远处的这个点点了，近处呢照样也得点。你像这些个这个线点完以后呢，它就有精神了。有时候近处这种点呢，也要点，也可以呢把近处这个点呢变成这个线，比如说变成这样的线，这好像就是那个小草一样，啊。使得这个画呢更加灵活啊。好，咱们一定要注意，勾皴点现在都做完了，染一定要把刚才画的这些墨色呀，给它晒干，或者吹风机给它吹干，或者你的手呢，用你的手热量给它呼噜呼噜给它弄干，然后再画，不然的话它就阴了啊，就阴了。你看我这种表达的这种感觉啊，这块空白是一个斜向的这么一种空白，还有一种动感在里边，这就是云，这就是云，有大面的云，有小面的云啊，后边有云啊，这些空白呢，也就是有的水，这是水啊。这个水呢，不要从山顶上一下流下来，啊，可以从中腰，可以从上面一点儿，从山顶上流下的水，无源之水啊，或者是划特别大的水，一看就是假，啊，只有南方有个别地方抽水机抽上以后再往下，那瀑布实际上没有从山顶上下来那么大瀑布，所以说这个水呢一定要慎重，不要划太大，特别是北方发大水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大的水，是吧？哎，从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是随着它的沟来往下流，啊，瀑布呢和山做比较的话，它也不是很大。咱们即使是把那意境画出来，但是没有那样的意境，那你这是凭空想象啊。所以说不真实的东西也不能画啊。下面就是染，染呢可以用淡墨去染，也可以呢结合淡墨加花青去染，这都可以。这个染有什么区别呢？比如说我要用墨去染，整个的墨色效果呀很统一。我要用花青去染呢也有道理，那我最后我上这个赭石跟花青的时候呢，这山就不用再铺一层花青了，省了一道事儿啊，这都是可以的，没有说什么不可以，是吧？那咱们呢就是画远山铺那个颜色，咱们这颜色呢咱们就是先用淡墨来画，咱们主要看那个墨色啊。这种淡墨染的时候，既要衬托山石，又要染山石的凹凸
它这个作用啊，要把这个山石的凹凸、山根染出来，衬托这个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开始染远山啊，咱们可以看到。咱们注意染的时候呢，要用重一点的墨给它破一破墨，也就是让它不要这么平淡啊。染这个墨的意思就是衬托这个山石，把这山石衬托出来。还有染的时候呢，尽量的淡一点，不要太重，可以上几遍，不要一下就给它画的过于重，重了以后啊，你就不好收拾了。把这凹的地方染一染，也就是它的暗的地方。实际上现在咱们染的这个呢，就是突出它的立体感，而且让这画面整一点，像这暗的地方这些个小白点呢，给它盖一盖啊。云有大面积的云，还有小面积的云啊。小面积的云呢，咱们也得照顾到，不然的话，光大面积的云比较单一啊。云是衬出来的，通过染把云染出来。古人有吹云弹雪的那种说法，吹云是在手宣上吹，它不阴，然后借着那个不阴的那个水儿一吹，它那种自然流动的感觉就有了啊。吹云，弹雪呢是用手指头把那个笔尖上的那个白弹到这个画上去。这个你染色必须得把这个墨色的这个功夫上足啊，不要这个墨还没上足你就开始染了，最后染出来以后呢没根底。墨线为骨，染的淡墨或者是这颜色，它是肉。骨头没立住，你那个肉最后呢也是松散的啊。这个破墨法呀，
实际上叫做湿积墨。积墨就是一层一层往上上，那还没干的时候往上积，也叫破墨法，也叫湿积，这种也叫湿积。湿着积墨叫湿积啊，干了以后再往上画叫干积，都叫做积墨。这种积墨可以出现墨色层层变化的效果。所以说到积墨，你这张画干了再画，画了再干，干了再画，能画几天？但是如果你不会收拾的话，可能你增加半天就把这个画给画坏了。所以说你在往下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这种收拾画的这种能力。这种能力呢，就是靠咱们经常画、经常看，增加这个绘画的修养啊，然后使这个画呢越来越好。所以说，收拾比生发更重要。有的地儿多染，有的地儿少染，像这地儿可以多染。透过树也要有东西，不能说到树这儿就完结了啊，让人感到树后边还有东西，这就是意境，这就是咱们讲的意啊，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能感觉到。很多东西你画的越清楚，表达的越清楚，让人联想的东西就越弱，反而你越有这种引导人们去想象的意义，那这个呢是越宝贵啊，能引导人们去想象。这个呢，如果说我要是画雪景的话，把上面稍微染点赭石就行了，就是雪景。那咱们这个不画雪景，画秋景啊。画秋景的话，主要用花青、赭石或者朱标这三种颜色，就这三种颜色：朱标、赭石和花青啊。先用赭石，咱们可能学过啊，赭石不要太多，要让比较稀的那种颜色去染。你看这个水呢，稍微有点墨色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可以给它赭石加墨调出的颜色呢，可能更稳一些个啊。当然这个墨色有点太重了，我找一个，那上有没有那个水呀？找一个稍微墨少一点的水，给我倒一点水。我把这个蘸了墨的这
这个赭石呢，我先给它先上一上，主要是勾这个山石啊，勾这个山石它的边缘。这个山石的边缘怎么勾呢？让它有一种错版印刷的那种感觉，也就是说里出外进，让它呢能够看到这个颜色。你不能说照这个墨线这么描一点都看不见这个颜色不成啊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它是起到一个这个厚重的作用，使这个墨线呢有层次了啊，它比较厚重。哎，咱们用这种加罗墨的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加罗墨的这种水呢，哎，画这山石那正合适啊，勾这个线正合适啊，使得这个更加厚重啊。往往这个赭石呢，有时候火气的话，用这个加罗墨的这种赭石呢，它就降了那个火气了。不用勾的特别的细，不用勾的就是符合那个线的那个粗细啊，要像错版印刷一样啊，要给它反映出这个墨线呢是增厚了，加了层次了那种感觉。哎，让它出了一点都没关系啊。不但错版印刷，有时候错的厉害啊。这样一看，你这个用线呢就很潇洒，就很厚重，就很泼辣。这种感觉给人的意境就是这样的意境啊。假如说你要抠抠缩缩画出来的这个画呢，那谁还爱看呢？啊，那就没人爱看了。哎，这回呢，我就蘸轻一点的水来调这赭石，染这个山，主要让山呢再亮一点啊。所以说我这个用轻蘸墨加墨少的这个颜色，咱们可以看看啊，这个比刚才那个鲜艳一点啊。